这是……队长，是水！是水！是水！谁也不许去！这水已经被污染了，喝下去会死。自从次元裂缝出现怪兽进攻之后，全世界超过2/3的区域被毒素污染。这种毒素极为可怕，哪怕是最厉害的武者，也无法靠自身能力去除。在城市之外，只能饮用携带的过滤水和无毒无害的合成肉。各位加把劲儿，再有几个小时就能回到城市，到时候我自掏腰包，请你们吃翠花小吃店的烤肉。真是太好了！001呼叫002，收到请回答，收到请回答。今天的任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002收到。动手！嘿！林小哥，怎么回事？这些花生怎么那么猛？在那边。哪里跑？小白，你都跑了3天了，我还抓不到你。林哥，猪猪这么可爱，咱们是红烧还是烧烤啊？想什么呢？小白可不是给你吃的，它可是个宝贝。有了它，咱们能找到的食材可不仅限于地面上的，还包括地底下的。假的吧？养宠物就养宠物嘛，还吹什么寻宝珠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哥今天好好给你上一课。怪兽的嗅觉神经元只有3亿个单位，而猪的嗅觉神经元约6亿个单位，可以闻到深埋泥土下的气息，能找到常人无法找到的菌菇。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小白，让他看看你的本事。要是找不到，我也不介意把你变成真的烤乳猪。这是什么？好痛啊！林小哥，我来解决他。林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这是黑岩松茸。在我曾经的世界，松茸营养极其丰富，而且味道极其鲜美，哪怕清水煮汤，味道都胜过鲍参赤肚，是名副其实的菌中之王。小白，我爱死你了！唉，林小哥他不会是疯了吧？姐姐前段时间专门打电话，让我放假的时候照顾林霄哥哥，我也因此有幸见证了林霄哥的灵犀空间。可他满脑子都是自掏腰包弄林家盒饭，到时候如果姐姐问起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这是那块蘑菇煮的水，脏死了，我不喝。你确定不尝一尝？说不定跟蛋炒饭一样，有惊喜哦。那就试一口，大不了吐出来就是了。味道如何呀？这真的太好喝了！这汤的味道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只是一口，香甜的味道便充斥口腔，紧接着一股特殊的香味便直冲我的脑海，迅速占领我的身体。我发誓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碗汤的味道。这感觉是我的身体。林霄哥，这是一碗汤，竟然让我短时间内突破了一个境界。我现在是巨力境，不对，境界提升之外，我感觉代谢比之前快了整整1倍。
就连搬运器械的速度也变得更快了。不过，为什么这种感觉又在快速流逝？那是因为这次我推出的药膳汤还处于实验阶段，服用者必须连续服用7天，并且每天都由我亲自掌控用料，直到最后身体完全吸收才能巩固。这6天里，我利用药膳汤再加上其他舒筋壮骨、强身健体的食材，帮助不少平民成为武者，或摆脱疾病，恢复健康。只要坚持7天，就可以10道病除。接着，我就把平民快餐的方式推广下去。到那时候，大家都不用吃昂贵的合成肉，不用为天价医药费低头，人人都有机会成为武者。姐，你快回来吧！林霄他最近正在办平民快餐，已经6天了，每天都亏不少钱，我怎么也劝不住。再坚持几个小时，我马上就到。不好意思，本店还没到营业时间。是梅姨和张叔他们来了吧？你们先吃饭，汤马上就好了。吃饭？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揭发你这个不良商人的真面目。我店里随随便便吃顿饭都要成百上千块，而你们吃限量盒饭，一顿饭我才收你们15块。你们说我是不良商人，还要揭发我的真面目？没错，你的快餐收费确实便宜，但我们都打听过了，哪怕是合成肉店的肉，每斤都在100块以上，怎么可能有人这么便宜卖给我们？你敢不敢说你的肉到底什么来路？哼，周专家，你看吧，他根本说不出来，你一定要帮我们揭穿他。诸位放心，我周姐可是联盟军特聘的美食专家，只要发现这间店使用违禁不安全的食材，我保证让他关门大吉。美食专家？你说什么？梅姨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为了供养你那毫无武学天赋、留级3年的儿子，耗尽家财成为武者时候，只因为这儿有能帮人成为武者的美食，怎么跪着求林霄帮忙的？还有你，张叔，自从你老伴瘫痪之后，你们二老就被儿子赶出家门，沿街乞讨。要不是林霄看你们可怜，提供平民快餐，你以为你老伴能起来工作，跟你一起赚钱啊？你这个小丫头懂什么？别在这危言耸听，我儿子能成为武者是他有本事。这么便宜的快餐，非要卖我们这么贵，我们举报他是他罪有应得。你们这群人，不感恩就算了，还恩将仇报，想把小吃店搞垮，你们有没有良心？那你们觉得我的快餐多少钱合适？5块，而且你还要保证1年365天不限时供应，并且赔偿我们每个人50万。50万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哎呦，周专家，你看他们哪里是道歉的态度？先生，因为此事涉及城市中千千万万的平民，我身为联盟军特聘的养专家，有资格检查卫生和食材，你无权阻拦。那你查吧。这里的卫生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好的，就连全市最大的连锁合成肉店后厨的卫生都比不上这里。不可能，这肯定是面对检查的门面功夫。看他冰箱，里面肯定有烂肉、毒食材。不错，确实有些不法商贩只会做门面功夫，冰箱才是重灾区。如果这家伙真用毒食材，我保证让他永远在这个城市消失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什么刀工？竟然能把一片土豆切得薄如蝉翼，简直太恐怖了！好啊，你平时就拿这种东西来糊弄我们，今天要是不赔偿我们每人50万，就等着这间店关门大吉吧！你们这群人简直放肆糊弄！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叫龙鳞土豆，市面上早已绝种，
如果不是被切开，随便拿出一颗放到黑市上，都足以令无数顶级富豪抢破头。哼，50万，连土豆外面的泥都买不到。就这一冰箱的东西，别说是寻常人，就连最顶级的权贵想要吃上一口，哪怕是未经烹饪的都是奢望。这家伙竟然用来做15块钱的平民快餐，太败家了。就算冰箱里的食材昂贵，那他能保证当天用的食材都是好的食材吗？比如说那锅汤。哎，对，真相一定就藏在汤锅里，你敢不敢让我们看？老板，不知道我能不能有戏？既然是检查，当然可以随意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家店用的竟然不是合成肉，而是瘦骨和胀细洋葱。这一碗汤价值都超过1万，这怎么可能？来一碗。太好喝了！这汤底的味道是我生平喝过最为丰富的。明明材料简单，却充斥着别样的清香和鲜甜，好像一瞬间令我置身宁静的沙滩，再也不用为世俗烦心，整个人无忧无虑。不对，这汤锅之中还有一种味道，明明很熟悉，却又想不起来，这究竟是什么？是松茸！美食典籍里记载，这是灵气潮汐之前的鲜味之王，我们营养师终其一生都想找到的宝物。没想到有生之年，我还能够吃到如此滋补的汤头，简直……等一下，我的身体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是一个毫无武学资质的人，苦练了10几年，都无法感应到气息，最终逼于无奈才学的营养学。没想到如今竟凭借一碗汤，竟令我体验了一次成为武者的感觉。放心吧，这些都是小场面，没必要出手。但是他们太过分了，明明知道在你的帮忙下，他们有些人才能成为武者的，非但不帮忙就算了，还落井下石，想让你赔偿。放心吧，很快他们就会得到报应。看样子传言都是真的，他做的料理不但能令人修补身体，还真能令普通人成为武者。小子，看见了没有？你做的菜把周专家都给气哭了，还不承认你用了垃圾食材糊弄人？哎呦，周专家，没必要揍他，您可是有身份的人。多谢先生，你这一碗汤为我抚平了前半生的遗憾。我懂了，难怪你有恃无恐面对检查，感情一早就跟周专家搞在一起了呀！你给我等着，今天不搞垮你的店，我就不姓梅！你放肆！我倒是要看看，有我在，你怎么搞垮这间店。姐，你终于来了！他们太欺负人了，恨不得吸凌霄大哥的骨髓。放心吧，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。是张寒霜，难怪这次他能在前线频频崭露头角。看样子都是料理的帮助了，我一定不会输给他的。这间小吃店不但对平民开放，还是武者协会和星辰军团的定点聚餐单位。是谁给你们的勇气，敢公开质疑这间店的存在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你算哪根葱？看来是我在前线征战太久没有露面了，导致你们其中的某些人忘了我的存在。哎呦，真能吹，小姑娘！我看你年纪也不大吧，还敢说前线？你们这群人连赫赫有名的谢蔷薇、张寒霜都不认识，真是狗眼看人低。张寒霜，我听说过，那可是张家的人。不只是张家，他在军中也赫赫有名，好像是我儿子的偶像。现在你倒是告诉我，我算哪根葱？你可是武者，别忘了这座城市的规矩，你们不能随意对普通人动手。再说平民快餐明明是他自愿推出的，是他自己犯贱。你说什么？这传单确实是我亲手写的，帮助你们也是我一时心软，确实难辞其咎。对吧，小伙子？刚才的事儿只是我们之间一时误会，没必要闹得这么大。我看这样吧，
只要你继续供应15块的平民快餐，我们也给你一个台阶下。刚才的事儿嘛，就当没发生过，怎么样？鉴于今天发生的事，从今往后，平民快餐取消。什么？不可以！你取消平民快餐，我和我儿子以后去哪儿吃饭？是啊，小老板，我和我老伴都吃惯你做的饭了。之前的事也就是一场误会。这样吧，我多给你5块钱，一顿饭20，可以了吧？你们还真是大方，20块钱就想在我这儿吃一顿饭。我们都让步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哼，怎么样？你们这群人连同家属列入我店的黑名单，永不提供服务。现在全都给我滚！对了，友情提醒2位，一旦吃上我做的药膳，必须要7天时间巩固，少吃1天就要前功尽弃，你们好自为之。装什么装？还必须吃上7天？反正我儿子已经成武者了，今天我就吃合成肉，不让你赚钱，气死你！瞧瞧你干的好事儿，让我跟你去闹事儿，现在我老伴又瘫痪了。你老伴儿瘫痪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没办法，你就跟你老伴儿一起去死啊！你给我等着！哟，儿子给我打电话了。妈，出事儿了！我刚体内的气息不受控制，真气逆流顶破了丹田，我的武道资质彻底被废了。什么？不对，一定有办法的。成不了武者，我们还有钱。李云，都怪你！你说只要我们让那家店倒闭，你就给我们每人100万，钱呢？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还想找我要钱？你们做梦呢！李云，你给我等着！林霄，你害得我们父子俩只能当有钱人的玩物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每次都整不死你？好了，就送到这儿吧，你们父子俩滚蛋吧！大令，不是说好的今天给我买房的吗？年轻人，你真以为我能看上你啊？我只不过是玩玩而已。我的大令来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大令，你说吧，今天想买什么，人家都满足你。你怎么可以这样玩弄我的感情？臭三八，赶紧拿钱！你们2个穷鬼，竟敢骂我的大令！儿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爸。都怪林霄，不然咱们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总有一天，我要把失去的统统讨回来。你这个骗子！说只要带着周杰去栽赃翠华小吃店，就给我们100万，钱呢？我只是随口说几句话而已，你就信了？是你自己蠢。没错，是谁给你们这群蠢货的勇气，还敢来找我们父子俩要钱？现在给我用最狠的力道去揍他！是，我明白。走吧，别理这2个废物，我们再去求求那个小老板，说不定还会有转机。林霄，又是你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去死？是刘总。刘总，有什么吩咐？我这有个工作，只需要破坏高频驱兽声呐，就给你们1000万。你们父子俩自己考虑一下。儿子，别冲动！我听说怪兽正在围城，这时候破坏高频驱兽声呐可是死罪呀！不然我们去求林霄，他看在你妈的面子上，一定会给我们一条生路。闭嘴！这次我不仅要1000万，还要让林霄死无葬身之地。姐，发生了这种事，林霄大哥他一定很难过吧？没办法，小雨，你以后要记住，不能像你林霄大哥一样给自己找麻烦。到底是林大哥呀，还是姐夫啊？你这孩子又胡说八道！姐姐，你小心一点哦。下午看那个叫周杰的女人，好像对林霄大哥有兴趣，还互换了名片，别让林霄大哥被人抢走了。林先生，原谅我之前的不敬。
如果有任何需要，都可以第一时间打给我。好的好的。他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拐走吧？之前一直办平民快餐，虽然看似亏损，实际上每天晚上武者协会和各大军团的聚餐，令我每天的实际收入数以万计，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解锁完整版的灵气空间。到那时候，我就可以成为武神，站在这世界的巅峰，再推广我的料理，就不会有白眼狼敢害我了。林霄，你应该知道，咱们在灵气发源地失踪，难道就一点不好奇咱妈为什么失踪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想知道真相，给你10分钟，到城市边缘，过时不候。儿子，真要这么做，一旦驱兽器失效，咱们说不定会死的。怕什么？我早就买了驱兽装置，寻常的怪兽根本无法靠近我们。更何况，没有妈的消息前，林霄不可能眼睁睁看咱们死。可是，到那时，我要亲眼看见他被怪兽撕碎。看来妈真的没有白疼你，一句话你就乖乖来了。说吧，妈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失踪？想知道妈的事，去问阎罗王吧。爸，动手！你们是不是疯了？竟然破坏声纳装置，放怪兽进城！那又怎么样？你敢打死我吗？这样你就永远找不到妈了。别忘了，你店里那2个女人也在等你。妈可以晚点再找，眼下当务之急是解决怪兽工程，不能跟这对无耻的父子继续纠缠。林霄，你认输吧，你斗不过我的，这次赢的只会是……这怎么可能？既然是你搞出来的事，那你就好好享受吧。他怎么走了？爸，救我！警报！城市中发生灾难等级为3级的兽潮，请所有武灵境以下武者和普通人立刻回到屋中躲避，关闭闸门。城市边缘明明有高频驱兽声纳装置，为什么会出现兽潮？林霄他人呢？林霄大哥他接了个电话，接着就往城市边缘跑了。完了，现在袭击城市的可是3级兽潮，哪怕是我都难以自保。我必须要找到他。儿子，爸的气血已经耗空了，咱们怎么办？爸，别怕，咱们父子俩身后可是刘总，我这就打电话找他求援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，请稍后再拨。什么？他耍我？这是小雨，你快去安全的地方，这里我来对付。姐，林霄，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糟糕，我体内的气血已经消耗殆尽，体力和力量都在流失，竟然连动一下都不行，真的已经到达极限了。可惜我回来的太迟了，如果早回来一天，是不是就可以对林霄说出那句话，也不会临死之前如此遗憾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留着下辈子再跟他说吧。干嘛要等下辈子？对了，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林霄，我其实……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联盟军新发布的指示器，专门侦测怪兽气血和境界。
不可能出错。也就是说，这头怪兽在短时间连续突破2个大境界，从武灵境提升到了武王境，这怎么可能？李潇，这是一头武王境的怪兽，已经不是我们2个武灵境的人能对付的，必须请示上级，派出武王境的高手。咱们快走！人呢？刚才不还在这儿吗？李潇，你不要去，快回来啊！李潇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头怪兽可是灵气空间都没刷出来过的，要是能把它做成食材，清炖龙尾、兰花龙爪、怪味龙脖，完了，这次真的完了！什么？他被激怒了，快点躲开啊！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实力！不要！除神六式，给个字！还想跑？开，切，片，看！小雨，收获了！来啦！战利品，送你的。这太贵重了，不好吧？李潇哥，不行，太多了，已经收不过来了。笨啊你不会多找几个筐啊？去把翅膀捡起来，今晚我给你做个红烧龙翅。好嘞。小雨她终于长大了。至于林霄他，随着昨夜城市防护网被人为破坏，大批的怪兽闯入城市，但好在我们城市中有联盟军的庇佑，在无一人伤亡的情况下，怪兽已被彻底击溃。你真以为你们赢了吗？不好了，师长，任务失败，那2个废物也死了。那不正好？这件事死无对证。师长，您的意思是？无论是破坏城市，还是针对那间小吃店，不过是任务之一罢了。这次真正的任务是放怪兽进入城市。为什么？你是经历过饥荒的人，应该知道城市为什么要建立防护网阻止怪兽入内。除了要保护群众之外，最大的原因是怪兽的血液中携带了大量特殊病毒，血液一旦侵入地下，就会短时间侵入土地和水源，连城市中的大型过滤机都无法过滤。我当然知道，那一年整个城市都因为沾染怪兽的血液变成兽化之城。明天开始把这些东西注射进合成肉里。这不是鼠尾草粉吗？虽然可以暂时压制兽血病毒，但有极大的成瘾性，早就被禁用了。师长，如果让民众服用，到时候会引起暴动的。怕什么？你想想，只要把咱们的新型合成肉全面推广出去，不出3天，整座城市都会被你我控制。到那时，想救你儿子，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？当然是除了合成肉之外，让所有的美食通通从世界上彻底消失。师长，那么意思是？你觉得呢？情况我都大概了解了，这2个混账竟然为了一己私利，引发严重的受潮。张寒霜，我命令你立刻把他们抓捕归案。总指挥，经过我们的调查，这2人已经死在受潮中。至于他们的目的，似乎是想针对一间小吃店。小吃店？总指挥，这间小吃店老板做出的美食，不但色香味俱全，还有令人突破的神奇魔力。失传的美食又再度重现了，也就证明我龙国还有希望。命令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。等解决完眼下的事，待我亲自去找他。
哎呀，大小姐，我真的是开玩笑的。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做的菜比你好吃啊？咱们回家行吗？不行。从昨天开始，你就不停吐槽我做的菜，而且还非要来这间小吃店喝汤，我就不信了。这世界上有比我还懂厨艺的人。今天我这个美食协会前会长的孙女就带你打假，告诉你谁才是正统。昨晚怪兽袭击城市，联盟军和武者联盟都在进行城市救灾，恢复生产。一时半会儿，我这也不可能会有生意啊。反正也没人，干脆休息几天算了。谁是凌霄？给我滚出来！哼，你就是凌霄，长得也不怎么样嘛，敢不敢跟我比试厨艺？你哪位啊？我干嘛要跟你比？老板您别生气，我朋友脑子有点问题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算了，赶紧把他带走就行了，我懒得跟他一般见识。一定一定。你快把我养了3个月的玄黑铁锅放下！就你这破锅，锅底都能包浆了，受热肯定不均匀，这也能做出美食？你糊弄鬼呢？你别管我糊弄谁，你赶紧放下来！看来你承认你是假厨子了，今天我就打碎你的这口锅，看你以后还怎么骗人！不要啊！哼！我的锅呀！你知不知道要养好这口铁锅，除了每天要烧油，令锅体缝隙中浸满油膜，还要通过这口锅做出108道不同的菜，才能将这口锅养成百味锅呀！我说娇娇，人家只是不想跟你比试而已，你为什么要破坏人家的锅呀？赶紧道歉！哼，凭什么？还百味锅？我听都没听过。再说你连跟我比试厨艺都不敢，刚才的说辞分明是假厨子骗人的戏码罢了。不就是口破锅吗？反正他这个假厨子也用不上，到时候我赔点钱就是了。我们走。砸了我的锅，你想这么轻易就走？你不是想比试厨艺吗？好，今天你要输了，必须把一口一模一样的锅赔给我，不然这件事没完。比就比，难不成我还怕你这个假厨子？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。完了完了，这次彻底完了。既然是比试，那你说吧，你有什么拿手菜式？既然你是个假厨子，那我也不为难你，就比炒寿蛋吧。什么？炒寿蛋？要知道，寿蛋可不是100年前的鸡蛋。这道菜虽然听起来简单，可实际操作难度极高。因为怪兽的蛋液不但粘稠、腥臭，还蕴含着怪兽精华。若是掌握不好火候，这道菜绝对又腥又臭，吃下去还会令人气血逆流，绝对是一道重大灾难。也不知道这场比试到底谁能笑到最后。论厨艺，我可是由我身为前美食协会会长的爷爷亲自传授。至于这炒寿蛋，更是我8岁时就可以完美做出的一道菜，更何况如今的我在厨艺上又有建树。倒卷珠帘，这可是古籍中记载，只有资深厨师才能够熟练掌握的技巧。食物不但能像珠帘一般划过优美的弧线，还能充分受热。娇娇，你连这招都学会了，成功了！看来我这段时间的苦练没有白费，连倒卷珠帘这种高深的技巧都游刃有余，赢一个假厨子还不是信手拈来？难不成真是我高估他了？现在想想，他掉的汤头确实鲜美，但大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食材。反观娇娇，却能在朴实无华的食材上显露实打实的真功夫。可惜了，这店的火实在是太难以控制，不然的话，一定会是一道完美的炒寿蛋。娇娇，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，明明是在客场作战，用不熟悉的锅具还能完美的做出一道炒寿蛋，简直不可思议。给，尝尝看。好呀。我要是你，我根本就不会吃这种东西。你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
你不让小杰吃这道菜，是怕自惭形秽吧？我是怕某些人吃了你的菜，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你找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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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，别吵了。小杰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娇娇，我实在是没忍住。连一盘简单的炒寿蛋都做不好，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才叫真正的料理。娇娇，原谅我吧，我刚才是真的没忍住，下次绝对不会这样了。我不信，我做的菜真的有那么难吃吗？不难吃，只是味道有点重，毕竟是寿蛋嘛，我觉得也可以理解。哼，那还差不多。我究竟要不要告诉娇娇，她做的炒寿蛋不但又腥又臭，而且越是咀嚼就越硬，根本咽不下去。那是什么？这家伙果然就是个假把式，把锅烧得那么热，还有那么多油，寿蛋一下锅立刻就变成炸鸡蛋了，谁会吃啊？是吗？这是什么操作？他为什么要用筷子搅打蛋液？这位小姐，你自诩厨艺高超，但刚才你做炒寿蛋，就至少做错了3件事。哼，你胡说，不可能！第一，炒寿蛋之前要通过充分的搅打，破坏蛋里的组织纤维，并且过筛，保证蛋液滑嫩，没有一丝杂质。难怪刚才的炒寿蛋吃起来难以下咽，原来是这样。不可能！你在胡说，就连我爷爷都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啊！第二，热锅凉油。最初的热油只是用来润锅的，这样的炒蛋不但可以做到快速定型，而且不粘锅。怎么会这样？最后等到定型再做翻炒，才能做到锅气充足，蛋香四溢。我的天哪，它竟然只是简单的翻炒，就激活了蛋中的怪兽精华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林霄特制炒寿蛋，两位请品尝。我的天哪，明明是最简单的寿蛋，但经过他的一番烹制，竟能做到如此细嫩爽滑，喷香扑鼻，好像一道艺术品。我竟然一时之间都舍不得下筷子。周小姐，先试试。切，小杰，什么东西你都乱吃，也不怕人下毒？娇娇，别乱说话。这炒寿蛋怎么这么嫩滑？蛋香浓郁，寿蛋精华全部被激发出来了。我就说吧，这家伙做菜就只会点假把式，怎么可能赢我？不，娇娇，你输了。小杰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怎么可能会输呢？你做了什么？是不是在菜里下药了，迷惑了小杰？我要举报你！我可不像某些人，明明没本事，还总觉得自己厨艺超群，连竞争对手的菜都不敢尝试。哥没时间搭理你，请自便吧。你吃就吃，难不成我还怕了你了？这是什么？太好吃了！虽然只是简单的炒寿蛋，
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炒手蛋。等一下，不对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老板，为什么你的炒手蛋跟外面的不同，会有一点辛辣微麻的味道？发现了呀？好吧，其实也没做什么，我只是在炒手蛋出锅时撒了一点白胡椒粉。什么？竟然是胡椒，那可是我背后的会长爷爷终其一生都想找到的调味料，没想到竟然在他的手上，难怪了，一道平平无奇的炒手蛋会让他做的无懈可击。我承认这道菜是我输了，但我并不是厨艺不及你，而是我的调料没有你的齐全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可以试试。娇娇，你等等我呀！恭喜宿主，果园已经生产完毕，请查收。太好了，有了水果，我就可以制作各种甜点、甜汤，还可以用来腌制瘦肉，令原本韧性的肉变得软烂无比，甚至还可以做出别人难以想象的事。林霄大哥，我还是个学生，你知不知道雇佣童工是犯法的？信不信我去举报你？那你快去吧，到时候我就把这些苹果都做成果酱，都给小白吃。烦死了！你就知道拿吃的控制我。不过，反正树上那么多苹果，我随便吃一个应该也没关系吧？毕竟这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好东西啊！林霄大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些东西叫做尖叫苹果，只能趁着他们睡觉的时候摘取，一旦他们苏醒受到惊吓，就会瞬间枯萎。什么？那岂不是浪费了这么多珍贵的苹果？当然不，我还要多亏了你，因为刚才我发现这些苹果虽然枯萎，但是果味却比寻常的苹果还要浓郁100倍。林霄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？把这些苹果带上，我带你去钓鱼。什么？林霄哥，都多长时间了，鱼还没上钩？再说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历史课上说钓鱼要用鱼饵大锅才行啊。再说你不是个厨子吗？真的懂得钓鱼？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骗你我有什么好处？再说，身为一个厨子，更应该比任何人都知道食材的习性，如此一来，才能够做出100%发挥食材特质的料理呀。这番话，我怎么好像在爷爷私藏的纪录片里听过？难道林霄大哥他已经知道美食消失的真相了？哼，来了！真上鱼了！林大哥，你别动，放着我来。别！林霄大哥，救命啊！我忘了告诉他了，经过灵气的洗礼，最初投放在潭水中的鱼都变成了灵鱼，实力直逼武尊境界。之前我一直没有动手，就是因为没有甜食做饵，再加上进入水底，武者的实力会受到限制，哪怕是我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我已经成为武王境，这条鱼我要定了。休想在我的世界兴风作浪！我的天哪，这潭水里竟然有一条这么大的鱼！姐，你快来林霄大哥的店！出什么事了？林大哥他抓了一条龙。哎，算了，这件事很难解释，你来就知道了。还有，林霄大哥他好像已经猜到一些美食消失的真相了。什么？你等我，我和陈总马上就到。
爷爷，就是这间店的老板，明明说好了比试厨艺，可是却在私底下投机取巧，用调味料打败我。哦，还有这种事？王老，娇娇她确实是输了，不过跟调料无关，其实是……不管嘛，爷爷，我的厨艺可是你亲自指导的，他就是在调料上投机取巧了，你一定要帮我赢他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我宝贝孙女儿都发话了，我就帮你好好教训那小子。多少年了，终于又出现新的厨师了。若他是个好苗子，我倒也不介意将他收入门下，将我这一门厨艺发扬光大。可若是个不懂礼数的家伙，你在干什么？赶紧住手啊！你在干什么？赶紧住手啊！这可是吸收了灵气、完全异化的寻龙鱼，顶级食材。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有机会见到活物。你哪位啊？我不是说了店里不欢迎你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哼，你这家伙可别得意，今天我是来找回场子的。有本事你跟我爷爷比一场，若是输了，你必须给我鞠躬道歉，然后拜我为师。哼，无聊。住手！你知道这条鱼有多么珍贵吗？你这混小子才拿了几天的菜刀，就敢处理如此高端食材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那年老的意思，这条鱼该怎么处理？你这就算问对人了，我爷爷可是前任美食协会会长，美食界的活化石，所有菜谱倒背如流。娇娇，爷爷出门怎么嘱咐你的来着？咱们虽然学识丰富，但不能轻易卖弄，免得被人学去。小伙子，以我之见，这条寻龙鱼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清蒸。清蒸？所以说，你们这些年轻人见识浅薄，做菜讲究大火烹、小火调。像是这寻龙鱼最好的料理方法就是清蒸，最大限度地保留鱼的原汁原味。这老前辈真的是前任美食协会的会长吗？怎么会不知道这条寻龙鱼最好的做法是共能做出27道菜的寻龙鱼宴？哪怕这世界没有那么多的辅料，可做成寻鱼七吃也行啊。可惜大多土地被怪兽破坏，不然用上千年生姜等失传调味料，老夫倒是勉强可以做出这道鱼9分风味。小子，我看你连清蒸都不懂，如此食材料理起来也只会是暴殄天物，干脆把这鱼让给老夫，也算结下一段缘分。凌霄大哥，这些葱和姜你还要不要了？厨房都快没地方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筐里装着的调味料有不少，连我都只在孤本中见过描述，还从未亲眼见过。这些东西都是宝藏啊！小伙子，见你初来乍到，这么多调味料在你手中也是浪费，不如就把这些调味料和鱼让给老夫，老夫可以破例收你为徒。娇娇，去把鱼背上，爷爷今天就联系那些老家伙给你露上一手。太好了，看样子今天又有机会能吃上爷爷做的菜了。放下！就差一点。我不管你是什么协会的会长，总之在我这个小店里，我说了算。我的东西谁也不能带走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别以为会点厨艺就了不起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抛开我爷爷的厨艺不谈，他也是5尊级的强者，他可不是你这种小人物能够轻易得罪的。哼，5尊级别的强者就能随意强取豪夺吗？我倒是也很想见识一下5尊级别的强者究竟有多厉害。这是什么气息？难不成眼前这小伙子的境界是武王境？就算你境界比我爷爷高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爷爷是前任美食协会会长，掌握着城市所有小店的经营权，他只要一句话
就能让你的小店倒闭。不错，现在的年轻人实在太没有礼数了，竟然还敢威胁老夫。青山兄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又何必跟年轻人一般见识呢？是你们。邢风，还有陈总，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我听说这店里有新菜式，所以就专程带陈总来试试菜。陈总，这小伙子就是你要找的人。找我？上次你帮助联盟军拯救城市的事，我已经如实汇报给陈总了。本来陈总想在公开场合感谢你的，不过我知道你向来不喜欢抛头露面，所以便只能屈尊将他请来。小伙子，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不但厨艺精湛，还毫不吝啬地用美食激励了武者，很不错。哪里？他不过是个小厨子而已，怎么会得到陈总的赏识？糟了，我听说陈述这个人最护短，我要是得罪了他看好的人，怕是要被秋后算账。既然陈总有事，那我们爷孙俩就不在这碍眼了，先走一步。邢风，你真想为了一个毛头小子得罪我？王会长多虑了，我只是觉得若是你能尝一尝这小子做出的美食，说不定能解开误会呢。邢风这话说得不错，王会长，据我所知，从你卸任美食协会之后，迄今为止，美食协会会长还没有继任者。若是这小子真有些本事，让他加入美食协会顶替你的位置，倒也未尝不可。你们好，我便给他一个机会。若是他做出的菜能让我心服口服，我愿意让出这个会长之位。不过他要是做出什么上不得台面的菜，浪费了如此珍贵的食材，这家小吃店立刻关门，并且他永远不得下厨。王会长，你这要求未免也太……怎么，这点小要求你们也要拒绝？该不会是怕了吧？小子，识趣的话早点认输。说不定我爷爷心情好，既往不咎，你这间店还能保住。别答应他们，他们根本就是激将法。连霄大哥，别答应他们，我想一辈子吃你做的菜。来之前我还真以为是什么天赋异禀的年轻厨师，搞了半天不过是躲在张家姐妹背后的小白脸而已。算了，孙女儿，咱们走。等一下，身为一名厨师，字典里就从来没有怕这个字。既然陈总和各位前辈要品尝我的厨艺，在下自然却之不恭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个条件，待会儿你做出的料理不可以清蒸。凭什么？清蒸是做菜的方式之一，又不是你王家的专利。清蒸虽然不是我王家的专利，但你别忘了，是我爷爷先提出来的。谁说做鱼一定要清蒸的？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寻龙鱼真正的做法——寻龙七吃。还七吃？哼，我听都没听过。这小子未免太狂了，不过是一条寻龙鱼罢了，还七吃？等一下，寻龙七吃那不是传说中的寻龙夜？不可能的！寻龙七吃是寻龙鱼最高级的做法，做菜之人不但要对寻龙鱼有着超乎寻常的了解，还必须要有出神入化的刀法，还必须对煎、炒、煮、炸、烹等做菜方式精湛的无懈可击，才能成宴。而且早就已经失传了，这世界上不可能有人做得到。第一道菜，寻龙刺身，上菜。这是什么刀工？不但保留了鱼肉特有的纹理，还将它切得薄如蝉翼，哪怕我没有放入口中，都能感受得到鱼肉的鲜嫩、爽滑、脆。虽然薄切的鱼片能够吃出鱼肉的鲜嫩爽滑，不过很可惜，鱼片只能够吃出鱼的鲜，却没有其他的味道。这道菜也不过是投机。凌霄大哥吩咐过，如果有人急不可耐白口吃了鱼片，就让我提醒他用鱼肉裹上配料吃，免得糟蹋了他的鱼。调料不过就是些山葵加上酱油罢了。是吗？我看未必吧。
只有酸辣咸的味道罢了，不值得一试。这么丰富的配料，怎么可能？太好吃了！太好吃了！最初吃这鱼片只能够吃到鲜嫩爽滑，但是因为没有味道，所以大打折扣。可是这看似简单的配料，却进一步激发了鱼片的鲜甜，再配上花生碎和花生油的香味，好像鱼片在我嘴中活了过来，滑进了我的胃里。这鱼片简直……等一下，这是什么味道？我都没开始吃，就感觉口舌生津，恨不得要把舌头吞进胃里。上菜，第2道菜，剁椒鱼头，竟然是剁椒和辣椒，还有香菜，这些配菜如今都已经在这个世界绝种了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做菜就做菜，弄得花花绿绿的干什么？一看就影响心情。娇娇，别碰！这条鱼活过来了！娇娇，别乱说话！没想到竟然能有厨师将以前的菜复刻到这种地步。不错，韩双果然没有看错人，这小子竟然能用各种配料将鱼肉残存的灵气发挥到淋漓尽致。我现在越来越期待这道菜的味道了。陈总，这些剁椒是凝胶腌制而成，味道霸道无比，千万别吃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陈总，怎么会这样？林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虽然我不得不承认，这小子的厨艺确实不凡，但是他却犯了一大忌。什么？虽然说你做菜的方法最大程度地复刻了食谱中的味道，但你却忘记了，如今所用的食材和辅料全是吸收过灵气变异的，一旦组合起来，庞大的灵气会瞬间冲击食客的身体，令他们难以承受，甚至爆体而亡。所以呢？哼，你装什么蒜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我爷爷赢了。林霄哥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林霄，你说句话呀！林晓，这次你闯的祸太大了，就连我也帮不了你。是谁说吃了我的料理会出事的？况且这道料理你们不是还没吃完吗？林霄，你的意思是？确实，经过腌制的霸王辣椒一旦被人吞服，其中所蕴含的灵气便会和鱼肉中蕴含的灵气相互叠加，瞬间爆炸。不过，但是只要用苹果汁进行综合，就能够将遍布在体内的灵气引入丹田，被人所吸收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喝了苹果汁，综合了辣味，才算是吃了一道完整的菜。我就说，林霄大哥是不可能毒害食客的。原来料理还可以这样。不错，老夫纵横美食界几十年，就从未听说过这种事。你们不会真信了他的鬼话吧？什么苹果汁可以解决武者体内的灵气爆炸？这种事我听都没听过。我相信林霄，如果今天出了问题，哪怕是联盟军追责，让我张寒霜坐牢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张队长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不赶紧把这个杀人凶手抓起来？还是说你想包庇他？给我滚开！
都已经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用一杯苹果汁力挽狂澜，简直可笑。行风、张寒霜，我指使不动，但别忘了美食协会与武者协会二位一体。我现在以美食协会前任会长的身份，命令你将这杀人凶手缉拿归案。时间已经差不多了。哼，不知所谓。什么？这是武者生死劫，陈总他竟然靠这一道菜突破到5黄境了。姐姐，什么是生死劫？生死劫是5王境武者的一道门槛，只有经历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生死，才能够踏入黄境。一旦进入这个境界，人类便超脱了身体的束缚，可以凌空飞行，气血化冰。这也是爷爷他追逐一生都未曾到达的境界。莫非他早就知道陈总卡在这个境界已久，所以才借花献佛，故意让陈总吃这道菜？他简直太神了！小伙子，谢了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就在突破边缘的？从您进门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观察到您的气息时强时弱，并不稳定，所以我便大胆推测，你一定是遇到了桎梏，正处于突破的边缘。小伙子，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这次我没有看错人。站住！既然你帮了我，那这一次我就帮你讨回公道。什么？王青山，我先前敬你是老前辈，美食协会的前任会长，所以才对你百般礼遇。但是你看看你究竟干了什么？陈总，我不明白你究竟在说什么。我查过档案，从你继任美食协会会长开始，就下令收缴国内所有食谱，不允许任何人私藏，用这些菜谱去培养你自己的班底。我没有。没有？你还在协会中故意打压其他的成员，设立各种莫须有的考核门槛，开除不服从你管理的厨师，扶持你王家自己的人上位。只可惜你天赋不高，也因此导致美食协会走向没落。哼，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，接下来的美食协会投票，会长还会是你吧？爷爷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闭嘴！陈总，我知道你是联盟军总指挥，但是美食协会的事是内部之事，你无权干涉，也无权处理我。况且，身为美食协会的会长，我有监管天下厨师的资格。错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没有了。什么？张队长，你告诉他，你为什么会从前线回来？报告，我之所以从前线回来，是因为前线出现了大规模的食物变异，并且怪兽袭击的次数频繁，前线伤亡惨重。武者与美食本就相辅相成，是你以一己私利，以美食巩固自己的权利，对大光贵人献媚，才导致前线民不聊生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全民进入战时，所有机构归联盟军管理。怎么会这样？邢峰、张寒霜，你们把他拖走，并且彻查所有跟王家有关的美食产业，如有违规，全部收缴。也就是说，原本在这个世界是存在厨师和美食的，并且还成立了一个协会，不过因为某些原因，所以导致美食没落。凌霄大哥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真的只凭一个王青山就能够让整个世界的美食消失吗？陈总不就是这么说的吗？小丫头，我可没那么说。陈总，林霄，你是我见过在厨艺上最有天赋的年轻人，自然应该清楚，哪怕王青山能力再大，销毁所有的食谱，也不可能让美食断绝。而真正让美食断绝的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能力，而是人心。人心？这怎么可能？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人发现，利用变异的食材进行料理，确实能够让普通人转变成武者。但是随着美食的知名度扩大，负面影响也随之扩散。
那些成为武者的人为此欣喜若狂，但是还有大批人投入了大价钱，却没有成为武者，导致他们不甘、嫉妒、怨恨，互相举报，互相投毒，直到变异食材通通灭绝，直到合成肉的出现，才平息了这场风波。美食亦如同双刃剑一般，看样子有时候太出风头也是个坏事。陈总，所以你今天来找我，就只是因为来试试我做的菜？不全是，还有另外一件事需要你帮忙。什么事？还轮得到我这个小厨师出手？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林霄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这3天的时间里，全城有超过1半的人患上了神秘的疾病，他们在短时间内体重暴降，并且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。刘明杰？不对，他手里的合成肉不是宣称绝对安全吗？这也是我们完全没有头绪的地方。但是根据调查显示，这些病人就是吃了合成肉之后，身体才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情况，而且他们好像对合成肉极度上瘾。可惜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指向刘明杰的证据，不然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啊，姐姐，我们把合成肉断了不就行了吗？不可能，合成肉经营多年，早就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口碑，不可能轻易断绝。何况一旦合成肉断绝，那些已经上瘾的人会在短时间内发狂，对城市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。到时候整座城市的经济、治安、民生都会在短时间内崩溃。这么严重？林霄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一旦失败，你前期所积累的声誉都会瞬间崩溃，到时候承受万民所指。其实你就算是拒绝，我也可以理解。不，既然事关城市如此多的民众，我没有拒绝的道理。但是事成之后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办件事，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使者，好消息！咱们的合成肉在市场上越发火爆，各家分店、加盟店全部爆满。照这么下去，咱们马上就要富可敌国了。意料之中。对了，联合军对合成肉是什么态度？一群废物罢了。他们虽然第一时间就关闭了食堂，不再采购合成肉，但是合成肉无孔不入，早就渗透进了所有的渠道，全面爆发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而且，我还听说他们疾病乱投医。去找林晓解决合成肉的问题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我还以为陈述是什么空降来的大人物，原来也不过是个废物罢了。3天之后，我就会送给他们一份大礼。林霄大哥，你够了！每次出来，都是我干苦力，你跟小白享福啊？那没办法呀，小白的鼻子能闻到海里的气息，负责寻找食材，而我则要养精蓄锐，对食材进行烹饪。出力的事儿，自然而然就要落到你头上了。哼，那就不能让我姐姐来嘛，她的实力比我更强，好不好？你说的也有点道理，也不是不行。不过，要是让你姐姐知道我有灵气空间的话，以你姐姐的性格，一定会把我身负灵气空间的事向上曝光。到时候，我的小世界里就会有大量的武者、军方的人进入。那时候，所有的食材就必须要上缴充公，以后你就吃不到好吃的喽。苍天哪！放心吧，年轻人，只要你能吃苦，你就会有吃不完的苦。滚蛋！我的天，这可是海底，仅仅尾巴一扫就能够让珊瑚碎裂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糟了！糟糕，本身武者在水中，境界和气血就会被压制，如今又被这些怪兽包围。
我只能用出那一招了。给哥跪下！干嘛？不过就是把他丢海里解解气还不行啊？放心吧，我一会儿就把他捞出来。怎么会有血？林霄大哥，别玩了，快点上来！我对你道歉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林霄大哥，林霄大哥，快点把船划回去，我撑不住多久。是。林霄大哥，林霄大哥，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对，不该开这种玩笑害你受伤，但是你不能这样对我。躲远点儿。什么？统统给我出来！整整2天的时间，在我坚持不懈、尝试过数百次的失败，终于将这个秘密武器复刻出来了。小雨，你刚才电话里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凌霄塔真的只用了2天就做出了秘密武器？真的，姐姐我已经试过了，这个美食又好吃又好玩，而且低廉的价格和出人意料的味道，一旦推向市场，肯定会在短时间内颠覆整个世界。太好了，快给我看看，到底是什么？啊！凌霄、小雨，你们2个是不是疯了？虽然我一直无条件支持你们，但是用简单的肉丸就想对付令人上瘾的合成肉，这根本是痴人说梦。姐姐，不然我帮你向陈总把这件事推了吧。为什么？虽然陈总只是说让你解决合成肉上瘾的问题，但归根结底，我们需要对抗是以刘明杰为首的有钱人，所以推出的美食不但要美味，而且一定要让每个民众都能吃得起。可这牛肉丸虽然能吃得起，但怎么可能解决让人上瘾的问题？老板，你们这个撒尿牛丸真免费送，给我来1碗，我晚上当宵夜。给他吧。距离第3天还有几个小时，趁着陈总还不知道牛肉丸的事，或许我可以去找陈总主动领罚，保住凌霄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要是不想死在医院里，你们就赶紧吃，别逼我上手段啊！坐好喽。你这味道是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明明是简单的汤汁，可是入口的一瞬间，却让我吃到了别样的滑嫩，就像我成为了上帝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汤汁的食材究竟是什么，但只凭借其中味道，我便有了一种极其微妙的感觉，好像身体重新回到了掌控，而且我不但保住了这份工作，甚至还能够提前转正。牛丸！不好，虽然解决了病人们厌食的问题，但是我却忽略了一旦病人们重新恢复食欲，长达7天的不吃不喝会让他们陷入疯狂。
同志们，跟我来，我保证大家每个人都能吃到牛肉丸。来，跟我走。已经超过3天的期限，虽然这次陈总明确表示，哪怕凌霄没有完成任务，也不会追究，但这件事事关城市里千千万万的民众，而凌霄他是我推荐的，这件事我难辞其咎。你们没完了是吧？我不止一次说过，这间小吃店不欢迎你们。小伙子，提醒你一句，要是赶走我们，你会后悔的。什么意思？竟然是时钟界啊！姐姐，什么是时钟界？没记错的话，时钟界是第1任美食协会的会长，也是这个世界唯一公认的厨神留下的手记，共有8本，每一本手记之中都藏着数百道灵气美食，每道美食都有特殊效果。哼，小伙子，你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老夫我愿意不计前嫌，用我珍藏的时钟记来帮你。这本时钟记中可是有好几道针对厌食症的灵气美食菜谱。条件呢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我们爷孙俩就一个条件，把你获取调料和食材的地方交出来。连时钟界的真伪都不能确定，你们就想换食材和调料的地点？你们这分明是抢劫！那又怎么样呢？现在你除了相信我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小子，我说过，总有一天要你跪下求。什么？外卖餐盒上的地址就是这里，而且还是免费的。兄弟们，冲啊！等一下，什么免费的？你们真是……小雨，做事。得嘞。给我来一份。吃不饱可以续碗，今天的撒尿牛丸不限量放送。这怎么可能？啊，就顾着处理撒尿牛丸，忘记处理你们2个了。你们2个给我滚出去！爷爷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走，得罪了陈述，这个城市我们已经没办法待下去了。爷爷，联盟军遍布整个龙国，咱们能去哪里啊？去灵气发源地，那里汇聚各国厨师，还有一个神秘的影子联盟。以我的能力，完全可以再创出一番造化。谢谢。1、2、3、4、5。明明是一碗再简单不过的肉丸汤，就连合成肉店都有，为什么？姐姐，你想知道？嘿，尝一尝不就是啦？能轻而易举地勾起顾客的食欲，帮助他们战胜不知名的疾病。不是已经卖完了吗？本来呢是已经卖完了，不过某些人啊，专门留下来一碗。来，你的。至于是给谁的，就不需要多说了吧。这撒尿牛丸与我吃过的肉丸完全不一样，外部包裹的牛肉渣是细腻弹牙，而里头的肉汁却鲜甜滚烫。到底是什么食材？为什么如此鲜甜？原来是蟹钳濑鸟虾，这种东西我就只在教科书上见过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能够品尝到它真正的味道。凌霄他虽然完成了任务，但是却放弃了对厨师最为重要的时钟记，他真的甘心吗？支持剧情的朋友们，
前几日因为合成肉肆虐整座城市的不知名疾病，竟被一个小吃店的老板破解。请大家跟我一同采访一下食客和老板，看他究竟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吧。吃完这个牛肉丸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变聪明了。自从吃了这个赖尿牛丸之后啊，我感觉我漂亮了100倍。其实也没什么秘密武器，就是撒尿牛丸而已，好吃又好玩。好玩？当然是。使者，不好了！大批民众打砸了合成肉店，股市跌停，咱们完了！使者，这次波及的不仅是合成肉店，刘家的投资，还有你让我代管的联盟旗下所有企业，咱们在这个城市已经彻底没有立足之地了。这群混蛋，通通都在找死！原来刘家背后的人是你，陈总。难怪你会有那么大的胆子，企图靠鼠尾药控制整个城市。你想怎么样？束手就擒，交代你背后组织的所有信息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就凭你们，陈述，你我都是武王境，若是我和刘明杰联手，战胜你们2个人轻而易举。行风，交给你了。好。好强的气血！资料上显示，上个月他才不过是个5尊境罢了，怎么这么快就突破武王境了？使者，救我！废物！他这是秘术，专门用来吸收其他武者，为己所用。你们的死期到了。陈总，小心！死到临头了，还关心别人？你先去死吧！你的天赋不错，只可惜你跟错了人。若是当初选择留在联盟军，或许今天总长的位置是你的。废话太多了。气血护体，这是武皇境的手段，不可能，情报上根本没有显示。情报？如果你真的关注那间小吃店的话，就应该知道，我在肖老板的帮助下已经成功迈过门槛，成为武皇。我就说，美食这种东西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现在你说什么都迟了。临死之前，我送你一个礼物。看见了吗？哪怕3尿牛丸能解决鼠尾草，但是顶多能解决上百人，我就不信他能一夜之间解决数千万人。这座城市注定会受化。看来你又低估林霄了。什么？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陈总，好消息，林霄的判断没错，制造出来的牛肉丸在联盟军的帮助下采用了自动化生产，如今撒尿牛丸罐头已经连夜售价各大超市和商铺，不知名病毒已经被彻底控制了。听见了？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傲慢他还是失败了吗？主人，那个废物死了，而且因为他的关系，龙国提高了防御级别。我们潜伏在龙国境内所有的棋子都被连夜拔出。哦，那接下来针对龙国的计划，你们觉得应该如何？
主人，我觉得龙国以美食取胜，那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灵气发源地，以我们的实力，完全可以招揽全世界的厨师，到时候用美食再次控制全世界。很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记住，我们要不惜一切打压龙国，不能让龙国因为美食再次崛起。虽然我提供配方生产出来的撒尿牛丸罐头并不算小吃店的收入，但是昨夜足足卖出1万多碗撒尿牛丸汤，却让我得到了50多万元的收入。恭喜宿主得到60万好评值，当前实力突破为5帝境。这就是5帝境的感觉，我甚至觉得我现在无所不能。恭喜宿主成功晋升5帝境，解锁南北极、深海、天空等地图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灵气空间暂时封闭，请宿主前往灵气发源地完成历练。只差1步就可以解锁最终的异空间了吗？可是哪怕我已经是5帝境，系统却因此封锁，连进危险区的资格都没有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林香，我已经查到你养母的下落了，但是你自己看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是谁干的？影子联盟。影子联盟是这世界上最神秘的一个组织，从100年前第一次灵气复苏开始成立，之后的100年，他们靠着无孔不入的手段控制了全世界超过80%的国家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合成肉就是他们的手笔。那我养母怎么会跟影子联盟扯上关系？据我们得到的线索，当初灵气发源地发生了怪兽祸乱，大批的民众回国避难，而你母亲在那个时候被你养父和凌云丢在灵气发源地，后来她意外被影子联盟抓捕。我妈她只是个最平常不过的妇人，影子联盟为什么要？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，影子联盟的抓捕对象都是有一定厨艺基础的人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影子联盟会训练他们成为一名厨师，专门为他们控制世界所服务。不行，当年是我母亲收养我，才让我平安长大，我不能让她身处危险之中，我要去灵气发源地。林香，灵气发源地的情况太复杂了，其中不但汇聚了全世界的武者，还有来自各国的大厨，而你也清楚，我们龙国因为没有名厨，如今在灵气发源地举步维艰，所以高层的意思是希望你留在驻地培养新鲜血液。至于你母亲的事，我们会挑选合适的人选，亲自去办。不，我的母亲我自己救，还有我还要告诉全世界，龙国的美食已经回来了。什么？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啊，跟我想的倒是有些不太一样呢。小雨，慢点儿，咱们已经离开国境了，只要翻过这座山就能到灵气发源地。等到灵气发源地之后，我一定要大吃一顿。都停一下！怎么了？太阳马上要落山了，咱们要立刻找地方隐蔽。姐，为什么呀？你忘啦？凌霄大哥可是武王将，咱们有什么好怕的？不是怕，小雨你要明白，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规则。比如这太平山可是三不管之地，龙蛇混杂，我们必须步步为营，不然有难以想象的危险。有凌霄大哥在，我可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。小雨，小心！这可是武王境怪兽的吐息，竟然能被他一刀劈开，这怎么可能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这种级别的怪兽。林香，咱们先走，这可是武王境的怪兽，况且怪兽的实力和身体素质本就超过同境界的武者，哪怕我们联手也不可能战胜他。赶紧走！不，都饿了一天了，好不容易来了头怪兽，我当然要先带你们打打牙祭。什么？
这可是武王级别的怪兽，哪怕是联盟军出面，至少都要有2个武王境带队才能将其击杀。可凌霄他竟然仅靠这把刀就能将其杀死，他现在究竟是什么境界？哼，不自量力！什么？哇！虽然这肉块只是被凌霄用刀切下，和怪兽体内的火焰炙烤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有种想要大快朵颐的冲动。凌霄大哥，好像可以直接吃。那我和姐姐就……等一下。为什么？如果让你们姐妹俩吃这样的食物，那岂不是糟蹋了我的手艺？嘿！小白，开动！小雨，看来咱们这顿美食是吃不上了。啊？姐姐，为什么？因为前几天刚下过雨，树枝里的水分并没有完全烤干，根本无法达到生火做饭的条件。虽然说我们武者可以用气血催动火焰，但如此一来，火候却难以控制，做出来的食物不是半生不熟，就是成为焦炭。也因为这样，所以联盟军后方的补给一直处于吃紧的状态。我们在野外驻扎的时候，常年只能够靠压缩能量棒充饥。啊，那凌霄大哥他……小白，上辅料。虽然是瘦肉，可实际上肉质和牛肉一样，拥有着较粗的纤维，所以一定要逆刀切。如此一来，才能截断肉中的粗纤维。爆炒后，不但肉质弹牙更容易咀嚼，还能保持滑嫩。只可惜野外条件太差，锅的温度迟迟无法上升。还好我如今已经突破5地境，区区提升温度根本不在话下。他不但完美的掌握了火焰，还能够在野外的情况下用厨艺激发怪兽肉中的灵气。难道他的厨艺早就已经不局限在城市里，而是随时随地？凌霄大哥，能吃了吗？还不行，因为瘦肉肉质本身就是坚韧发柴，所以断生之后还要经过焖煮才能使用。凌霄大哥，人家想吃嘛，都走了1天了，你就通融，先给我尝一口也行啊。那就……统统给我住手！糟糕，带头的这家伙实力应该是5黄境，而身后那4个人实力也在5王境。你竟然杀死了主人的宠物！你该死！啊？你说什么？那头差点烧死我的臭怪兽，是你家主人养的宠物！敢胡乱指责炎魔大人，你找死！朋友，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是那头怪兽先想要伤害我的妹妹，我们杀了他，也只是正当防卫。防卫？在这太平山上，只有我们炎魔大人杀人的份儿。是谁给你们这群贱民防卫的资格？动手，带着他们的脑袋回去找主人复命。是。糟糕，若是对方单枪匹马，我们3人联手倒是有机会战胜。可对方足足有4个武王，还有1个5黄境，我们完了！碍事儿的娘们儿，给我死！怎么会？那可是4个武王境的武者，竟然连凌霄一招都挡不住。他现在究竟是什么境界？我们就杀那条超龙，怎么样？嘿嘿嘿，你们
找死！气血化冰，这不是越国的武技吗？小心！很好，我这个厨子别的不会，但最会的就是对付畜生。给割碎！我的天，凌霄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的武技竟然一刀就被破了！刚才小雨已经告诉你了，是怪兽伤人，所以我们才出手的。况且，哪怕怪兽是被你主人饲养的，可你们放任它到处乱跑伤人，也是死有余辜。你竟敢如此放肆！你们给我等着！慢走不送。凌霄大哥，我们是不是已经可以吃啦？嘿嘿，开饭！哦，好吃啊！连武皇境都只是当个仆人，那他背后的人一定不同凡响，会是谁呢？主人，不好了，阎魔大人他死了。主人，请息怒，我们是无辜的。什么人，竟敢在我的地界上如此放肆？不清楚，但他们好像是从龙国来的。对了，他们现在已经前往美食街，咱们要快点拦截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破坏。放心，龙国不过是个没有美食的地方罢了。这些愚蠢的龙国人见到我亲自布置出来的美食街，怕是直接忘了自己姓什么。走吧，让那几只小老鼠血债血偿。怪了，上个月我离开的时候，这里还只是个原始村落，怎么会在短时间变成一个美食街？姐姐，这里好香啊，全都是好吃的。嘿嘿，凌霄大哥，现在你可有对手了？我看未必。凌霄大哥，你是不是怕有人超过你的厨艺，破坏了你在姐姐心里的高大形象呀？好痛啊！就你话多，走吧，跟我去试试这些同行的厨艺究竟怎么样吧。好，这都是什么呀？包子皮软烂没有嚼劲，里头的肉馅甚至都没有底味，只有怪兽身上的心上了，这也是人吃的东西？好，呸！根本嚼不烂就算了，还好咸啊！水，赶紧给我水！哎，谢谢。你们就是你一直嚷嚷我们去小大哥，姐姐，救命啊！小雨，你有没有事？没事，还好你们来得及时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他叫做周大志，是灵气发源地的名厨之一。我妹妹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刚才的事只是一场误会，我可以替我妹妹给你们道歉。哼，你以为道歉这个事就算了吗？哼，谁给他的胆子，竟然敢质疑我们的厨艺？这件事绝不算完。各位请冷静一点，我妹妹也是无心的。
大人，咱们要提速了。如果这3个在美食街搞破坏，那您的心血就完了。他们还不配。大人，不知道了吧？美食街的老板周大志跟我一样在宁气发源经过食神的指点，而他的徒弟也个个厨艺非凡，实力也不容小觑。若是他们敢在美食街闹事，怕是周大志不需要出手，只要随便做道菜，那家伙就会跪地求饶。林萧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别说了！就凭你们，也好意思说厨艺2字？混蛋！你身为顾客，要是心情不好，骂我们几句，我们身为厨师也可以息事宁人。但是你竟敢跟这丫头一起贬低我们的厨艺，这件事绝不算完！各位，请冷静一点。既然敢出来摆摊，自然要做好被顾客指点的准备。更何况他们的厨艺确实不怎么样。你太狂了！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4个分别精通炖煮、面点、酥炸，而我师傅更是精通烧烤，将料理拼成艺术。这世界能在厨艺上单独胜过他的，屈指可数。说你们还不服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比试一场如何？什么？你竟然要以一己之力挑战他们4个？你要是输了，我会亲自掰碎你一口牙，让你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。哼，彼此。师傅，你看他。老夫也很多年没跟人比试过厨艺了，就当放松放松。多谢师傅。虽然我身为一名精通厨艺的厨师，不能随意出手欺负人，但是这小子实在是太嚣张了。我今天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千煮万炖。开始了。凭借我强大的气血，原本需要炖煮3天以上的瘦肉，只需要10分钟便能够软烂脱骨。这小子怎么可能赢？什么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火？放心吧，姐姐，就算他的气血充足，能催动大火又能如何？别忘了，我可是精通面点，只要略微出手，就能够让他知道什么叫……我操！想要做好面胚，除了最基本的盆光、面光、手光之外，还需要3揉3醒。寻常的厨师，哪怕通宵达旦，也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面揉开。可是这小子，竟然……成了！今天我超常发挥，炸出来的肉根本没有脱糊，咱们赢了！太好了，有了这块酥肉，咱们赢！师兄，没想到你的油炸已经到了如此地步，我妹妹只是吃了一口，声音竟然如此酥脆。姐，我还没来得及吃。你没吃？我和老三也没吃，难道是这酥肉外层酥脆，咀嚼起来还微微的咸味和麻味，以及瘦肉的香甜，没有一点的怪兽腥味。林萧大哥，你做的酥肉无敌了！小雨说的确实不错，而且我明显感觉气血循环提升了一个档次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也可以晋升5黄境。不过，虽然以林萧的实力对付前3位名厨不在话下，但是这位名厨，他做的烧烤外表其貌不扬，却内有乾坤，不是这么轻易能对付的。时间差不多喽。小子，我劝你还是主动认输吧。论味道，你做出来的料理根本不堪一击。是吗？那我们互相尝一尝对方做的菜，然后加以点评，让对方心服口服，如何？谈到我还怕你？其他人不用出战，就凭我这道炖肉就能让你心服口服。哼！
小子怕是吃上一口我的炖肉，就要咬掉舌头。不过他的肉色香味倒都不错，我也不介意尝一尝口感。怎么会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炖肉啊！这猪肉最初品尝之时平平无奇，可我只是用舌头轻轻碾过，肥肉的部分便化为肉汁在我的口中弥漫。随着咀嚼，瘦肉的部分竟然不断泛出香甜的味道，充斥着我整个口腔。为什么我忽然有种想哭的感觉，好像想把我一生的遭遇统统释放。你到底用了什么材料？为什么只是一口炖肉就让我想哭？是催泪洋葱。什么？虽然你我炖肉的手法大差不差，但你却忽略了催泪洋葱中的辣味，正好能够中和瘦肉中的腥膻味，去腥增鲜，使瘦肉的味道提高一个层次。受死吧，肉排！嘿嘿，这一局洋葱获胜。我承认我输了，但是你别得意，我妹妹她5个人输是什么？我承认，面点方面我确实不如你。怎么可能？他可是名厨的学生，怎么可能输给林霄？妹妹，你疯了！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向这小子认输呢？虽然我没有品尝过这包子的味道，但是通过包子皮按压的回弹程度，我就知道这包子无论是揉面还是发面的时间都无懈可击。不可能，你别被他吓到了。就算他面皮做的比我们好，但是料理还是要从味道上见真章的。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啊？这包子的外皮虽然看似简单，却做到了松软又嚼劲，哪怕不吃里面的馅料，只是单吃包子的外皮，都能令人忍不住大快朵颐。我本以为这包子的卖相就已经无懈可击了，却没想到馅料更是内有乾坤。那扎实的口感，好像我吃的并不是包子馅儿，而是精心烹制的肉丸。而且在各种调料的帮助下，瘦肉的腥味被完全去除，还让瘦肉的腥味被激发的恰到好处，简直太好吃了！好笑的吧？好想尝一尝啊！不过就是普通的卤肉，还有包子罢了，就让你们如此失态，醒来！师傅，揉炸方面还需要比试吗？不用了。刚才听到你们咀嚼酥肉的声音，我就知道我输了。这炸酥肉虽然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对油温的掌控需要做到极致，而你却仍然能做到外酥里嫩，留有底口，不需要做任何多余的调味。我输得一塌糊涂。太好了，只要林霄在烧烤上赢得比赛，咱们就赢了。烧烤这一关才是最难的，他毕竟是食神的徒弟。接下来就该咱们2个比试了。请端上来吧。我帮你，还是你自己来？姐姐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应该先帮顾客切好吗？照理来说倒是不错，不过他们2个既然要比试厨艺，除了在烤肉的火候上较量，还要在刀法上较量。啊？什么？作为一名专业的厨师，对于各种瘦肉都要了若指掌，这样下刀之时才能保证切出来的肉口感是最佳的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较量了，而是互相试探对方的功底。
拿这么大一把刀切肉，你确定能掌握好肉的纹路？那就试试。这混小子不过有点厨艺在身，就真把尾巴翘上天了。要知道，烧烤最难的不是烤和腌，而是切。想要做好烧烤，首先要完全腌制，使肉去腥增香，然后再经过炭火的炙烤，形成美拉德反应。但这只是烤好烧烤的基础条件，真正重要的是切。只有完全斩断肉中的筋膜，坚韧的瘦肉才能被牙齿嚼烂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食。好了，你尝尝。什么？这么快？啊！我原以为他只会卖弄技巧将肉切片，却没想到他选择了最复杂的切块，不但保留了瘦肉的本身的纹理，还斩断了筋膜。林兄大人到，所有人统统闪开！小子，敢杀死我的宠物，今天我就让你……这怎么可能？周专家，这是合成肉店的流通记录。看来流向比想象中更广。原来他是用蟹钳来尿虾的美。您所拨打的号码暂时不方便接听。周专家，你为什么这么帮他？因为我相信美食能救人。爷爷，美食终于回来了。林香，请别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刀工是不错，但还不够心境。是，师傅。自幼被赶出家门，从此开始颠沛流离。若不是与师傅相遇，恐怕我早已离开人世。但我终究利欲心太重，不愿在厨艺多下功夫，常与同门师兄弟勾心斗角，忘记了师傅当初的教诲。厨艺为的是救人，不是压人。徒儿啊，你怎会如此？师傅发觉了我的不对劲，多次找我进行劝告，我虽听从，却又不甘心止步于此。我发誓我会利用能利用的一切，即使不择手段，抛弃良知，被师傅发现，我也要得到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师傅走后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，只手遮天，将珍贵的美食食谱和调料占为己有，我什么也不缺了。但是我的女儿却因为食物中毒，永远离开了我。我悔恨，我变本加厉，我恨所有对我的不公。我将娇娇养育成人，却太过骄纵溺爱。本以为权力能保护一切，却失去了更多。一切都是报应啊！
师父，我错了。凌霄哥，这些苹果真的会吓死自己吗？不是吓死，是应激枯萎，但枯萎后香气更浓。要不要试试用这些苹果酿酒？嘿嘿嘿，我能帮忙吗？再来点这个。要等7天。不过我们可以先试试别的东西。你知道这里面除了鱼还有什么吗？哇，好漂亮！这是灵气潭的特产，生吃也很甜。真的。你快来休息一下吧，总指挥说你该给自己放个假了。受潮刚过，我不能休息。这是命令，你今天必须休息。好吧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他很厉害。聊聊吧，你对他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很感激他。我看你对他可不只是感激吧？前线情况如何？暂时稳定，但影子联盟的动作越来越频繁。我会保护好他和这座城市的。谢谢。慢慢吃，别噎着。废物，整天吃白饭。穷鬼也配来上学？他们笑我没钱。穷就是原罪。来，拿着，自己保管好。小贼！住手！他还是个孩子，别打了！都是你惯的，是你没给过他一点爱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你惯的。想要不被欺负，就得有钱。云儿，跟妈回家啊！我没有家。这个世界早就烂了。我只是想活下去。
就是你是吗？傲慢，我只是不屑与废物为伍。目标刘明杰，弱点贪婪。合作愉快，刘总。如果我也能做出那样的食物，妈妈，我早已没有回头路。